姐，这是上个月的业绩表，您看一下。好，辛苦了啊。好。冯经理，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啊？我想请教您点事儿。啊，没事，你说。我在整理之前项目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洛可加热水杯的项目，我觉得特别好，是我们之前二部筛掉没做的。我想找您了解一下细节。哎呀，具体问题自己研究吧。我们每一期基金都过好几百个呢，你这都1年多了吧？我实在是不记得了。好吧，谢谢。有需要找我啊。柠檬，走吃饭去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去吧。行，拜拜。柠檬姐，中午不吃饭啦？不吃了。哎，来的正好，给你一个杯子。这没到双11，你把自己剁成这样了，买这么多。你买的全是杯子啊？我在考察项目，我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牌子都买回来试一试，对比一下。那你买这么多，公司给不给报销啊？不重要。哎，对了，你把这几个给行政部门的几个同事送过去。给，正好。刘总肾结石，得多喝点水。刘总肾结石了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不白给啊，记得反馈使用体验。OK， 没问题。我给你带中午饭啊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是 Max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柠檬。Lemon。来坐。哇，没想到洛可的 CTO 这么年轻。那是，长得年轻。我们主要做的也是年轻人的项目。现在是全民一个养生的时代。保温杯里泡枸杞，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利，年轻人也是需要了。但是要求手里的保温杯必须非常漂亮，具有科技感。是，新产品的外观的确很漂亮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合作？咱们一起把养生事业做得很酷。其实记明资本在1年前有考虑过洛可，但是呢，因为蒸汽外泄的原因，最后没有投。蒸汽外泄，那早就陈年往事了。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。我们最新的产品有没有试过？当然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它的设计感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在实用体验感来讲，我的确是有那么一点想要吐槽的地方。没关系啊，我就想听吐槽的。来，吐槽大会。比如它这个充电加热底座，这个理念特别好。那比如说我们出差啊、住酒店啊，用它的话就会很干净、很卫生。可是平时我们要是上个班或者是去健身，其实不一定每次都要喝煮沸了的水嘛，喝热水就行。所以如果不把底座和这个杯身拆分开的话，会略显繁琐。它还会增加杯子的重量，也会占我们包里的空间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宁愿选择别家的普通保温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把功能拆分，形成模块化。就比如说，把杯底的充电座以及排水层和杯身拆分开，这样保温杯就可以单独使用。对，就这意思。行，我马上会召集我的团队去开会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来指导。指导谈不上，但是我倒是很乐意去跟你们聊一聊。
这项目哪儿来的？这是我从前2年被 pass 掉的项目中挑出来的。pass 掉的哈。啊，您看了就知道了。这个产品现在已经改进升级过了，而且之前的问题也都解决了。我觉得前景很好，值得我们重新考虑。所以我就做了一份新的计划书。啊。啊，这废物利用是吧？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，是关于产品本身还有营销策略上的，我都写到计划书里了。那个什么，你放这儿吧，啊，我有空会认真看的。哎，那我回去了。嗯，好。陆总，咖啡。约石总到麒麟家居开会的事儿安排好了吧？啊，安排好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你把我接下来的行程跟我说一下。还有啊，财文杂志的采访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我先拿一下本啊，陆总。给我回来！都这么久了，连一杯咖啡你都泡不明白，你那颗脑袋长着是为了显高用的吗？陆总，我之前都送了1个月了，您也没说有问题。我那是为了给你充足的时间，叫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给你改正的。是。懂什么呀？知道知道。陆总，那什么？那什么？那徐总不是辞职了吗？那需不需要刘总那边再帮您找个秘书来呀？你在教我做事吗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我这个位子你来做，怎么样？不，徐总啊，不，陆总，对不起，我先去忙，继续。明明是刘一天让我问的，结果挨骂的还是我。真的姐，我在记名资本混不了了，陆总早晚有一天会把我给炒了。你觉得我现在找新工作还来得及吗？陆总这个人呐，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放心吧，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柠檬姐，你真不打算回头了？陆总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呢。真的，全公司除了你，没有一个人能摆平得了他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他对你有那方面的想法。哼，你想什么呢？他对我有这方面的意思，你看他平时怎么对我。也是哈。他要是对你有那方面的想法，他不可能天天你。哎呀，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见到这么帅一个老板，我甚至觉得我们俩可能。现在呢？草率，我实在是太草率了。霸道总裁，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焉。杨小杨，你平时还是少想点这个，多想点这个。我知道了，姐。我现在就跟刘总的名字一样，能留一天是一天。霸道总裁，算了。哎，姐，你热水杯那项目怎么样？我已经交给邱总项目书了，在等通知呢。上次房车营地那件事儿，陆总已经点过邱总了。邱总这人可记仇了，小心他给你穿小鞋。邱总，准备下班啦？什么事儿？那个项目书您看了吗？
看了。有什么问题我需要修改的吗？哎，洛可这个项目聊得很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得尽快跟进，不然项目可能会有变数。柠檬啊，哎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啊，你对项目有积极性，这是好事儿，但是这个项目不值得投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待项目的想法太简单了。请您指教。柠檬啊，以后问问题之前多过脑子，哪些问题该问，哪些问题不该问。这里不是你的大学教室，我不是你的教授。喂，王总，哎呀，我马上下楼了啊！你在车上等我啊，老地方，老三样，没问题吧？喂 ，Hello， 你们，我们老大说了，准备留10% 的份额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谢谢啊。你的计划书里有什么需要了解我们公司的具体情况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这是在催我进度呢吧？过于聪明了你。但是真的，我们老大非常重视这次和金明资本的合作。明白，我尽快给你答复，好吗 ？OK， 拜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你有什么事儿就跟你的部门领导汇报去。如果公司里每一个员工都跟你一样越级跟我汇报，我这公司还开不开了？陆总，我就耽误您10分钟的时间，你先看看这个资料，还有这个水费。我看起来很闲吗？柠檬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能进到这个办公室向我汇报工作的，要不然就是公司的高层，要不然就是我的秘书。你又是哪位啊？你如果还是我的秘书，不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我都可以听一听。那我没什么想法了。拿好你的东西，离开我的办公室。这个水杯，你试试吧。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根本就不是干投资的料。我怎么就不是干投资的料？当初我还觉得我不是干秘书的料呢，还不是在您身边足足做了3年。当秘书有什么技术含量吗？啊，知道让你这么炫耀，还当投资人，资本市场的规矩懂多少？你凭什么呀？你算老几呀？你揍死你！揍死你！好了好了，萌萌，你看你气的，把脸气黄，真成柠檬了。你这动作越打越专业，你没少练。我是没少生气，我。哎呦，大不了就辞职，姐妹养你。你都要老何养，你拿什么养我呀？我让老何养是给他面子，对不对，老何？啊，那当然了，我这么努力赚钱，不就是为了给我们家琪琪花吗？只要她开心，我就开心。
啊，好了，不刺激你了，你们聊吧。我已经气得很饱了，我不想再吃狗粮了。好好好，不说了。那话说回来，萌萌，你就真的不打算辞职吗？我辞职我能上哪儿啊？你当现在工作这么好找？那也比你现在强吧？你是不是都被你们陆总虐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？他今天说了有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他说：“你越级向我汇报工作，你是哪位呀？我哪位呀？我真的是，我明明知道他就这臭性格，我还跑去自取其辱，我真中邪了。还不是那个姓邱的断你的路。你要往下推进，除了找你老板，还能找谁？”你是天使啊！你提醒我了。我说啥了？我想到办法了。我想到办法了。任总，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我只希望这个项目能做成，我愿意放弃里边所有相关利益。要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也愿意全力配合。能看出来你费了不少心思，这个项目确实不错。您真觉得不错？真的挺好啊，柠檬。我啊不是不想帮你啊，但是从2部拿到1部来做，我们公司好像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啊。我明白，我也知道让您为难了，但是邱总直接把这个项目否了，我还是有点不甘心。要是就这么把洛可放走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一会儿赶飞机出趟差，周末才回来。这样吧，我让下面的人呢评估一下你这份 BP，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安排人给你对接。明白，您愿意接触这个项目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别客气，具体后续有什么事情呢？等我出差回来以后再说。你呢，再耐心等几天，行吗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。这边请。陆总啊，这次多亏你帮忙了，要不然我们这个技术点根本突破不了。现在这个技术点一突破，我们这边好办多了。顺利就好了。哎，顺利。哎，石所，我听陆总说，咱们这边财务的也都审核完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等今天看完样品，没什么问题，咱们就可以签约了。哎，好，我先感谢一下吧，谢谢。哎，陆总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陆总，任总那边有文件需要您赶紧确认一下。怎么不一下怼死我啊？你发我微信里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那边还有个厅，全是新产品，咱那儿看看，好吧？好。哎，来。陆总啊，我记得你以前的秘书是柠檬啊，他干嘛去了？柠檬不甘心当秘书，跑动物园当饲养员了。你好，要点什么？老板，要个发糕，要个小米粥。哎，好，马上啊。谢谢，我已经扫过了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喂，任总。小宁啊，你的 BP 我们这边过完了，大家都觉得这个项目确实值得跟进。太好了。我明天有时间，你可以先跟那边打个招呼，约个时间。具体的等我们见面，我再给你细说吧。哎，好，我马上跟他们说。哎 ，Max， 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投资总监对洛可特别感兴趣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推进了。他不是都已经来过了吗？我当时还纳闷儿，你怎么没跟着一块过来呢？谁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好像是个姓邱的总监。邱俊林？哦，对，就是他。但是具体合同的事儿我不是很了解，当时跟我们老大对的。我们接到的通知是之后所有的事情跟他对接。柠檬，你们那边是出什么岔子了吗？你不知道这事儿吗？项目有推进就好。我知道了，先挂了。
您不是说不投洛克水杯了吗？不是你进来之前不先敲门吗？不是，这还有什么不投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什么东西不投了？那天在电梯门口，您亲口说的呀。不会这么巧吧？你给我的项目是洛克水杯，不然呢？你失忆了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洛克水杯这个项目是我的一个咨询公司的朋友推荐给我的，他们刚刚做完这方面的市场调研，发掘了这家公司的潜力，我也就研究了一下，我发现哦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你抢了我的项目，为什么不承认？好，我承认我敷衍你了，我承认你的项目我一眼都没看，我就武断的下了判断了，在这里我向你道歉，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柠檬交上来的所有的项目，我都会一字一句的认认真真的看，可以吧？你呀，你就庆幸吧，你今天面对的是我可以平等的跟你讨论这个事情，还不避讳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今天换成别人呢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邱俊林，你真无耻！我知道啊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这觉得委屈了是吧？我有没有办法呀？启明资本它不是我开的，不是我想让谁做什么谁就能做什么的，是大老板陆总把你空降到我们二部来锻炼锻炼，我热烈欢迎，我们二部也热烈欢迎。但如果你真的在我们二部待得不开心的话，知难而退吧，好吗？陆总，您叫我啊，文件在打印了，马上就给您送过来。谁问文件了？二部怎么了？刚我听邱俊林的办公室里好像有吵架的动静。具体不太清楚，好像是项目的事儿。成天给我惹事儿，你去问一下柠檬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哦，马上去问。记住，别说是我问的。明白，陆总。哎，你回来。这样，你去看一下这个事儿到底严不严重。如果很严重，柠檬他解决不了，你就用你的方式，你来劝他，你劝他回来，继续给我做秘书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柠檬他再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老员工了，你也清楚我的为人。是陆总。我愿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好的，陆总，马上去办。臭不要脸，小人！你给我等着！柠檬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啦？你跟邱总吵架了？没事。姐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说的是如果啊，你在邱俊林那儿实在是熬不住了，会不会考虑回陆总那儿？哼，姐，你要是肯回去的话，陆总肯定会帮你撑腰，搞死那个姓邱的。陆总说了，你是老员工，他。严海洋，我要是回去了，我就是猪。好。他就这么说啊？是啊。
在色彩上，蓝色和绿色的饱和度需要再降低一点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你妈。喂 ，Max， 那个已经跟公司沟通过了，之前是程序上出了点小问题，已经处理好了。你那边真没事吧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。我这儿倒是没什么，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还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就是邱总和张总他们过合同的那个邮箱啊，出了点问题，怎么着都登不上去。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发一个新的邮箱地址，你再抄送一份给我。没问题，小事一桩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你们，我们老大说了，准备留10% 的份额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哎，宁萌，我正好要找你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洛可那个……不好意思，抱歉，这个项目可能有点问题，我之后再给您解释啊。陆总，我知道我又越级了，但是请您先看看这个再骂我。你让我看这个，想我怎么样？邱俊林有问题，他在损害公司利益。您看，洛可这个项目，他没有拿到公司过会，就直接跟那边进入了对合同的环节，而且那边原本答应给记明资本10%的投资额度，现在合同上只有8%，那剩下的2%去哪儿了呢？还有，这个公司百祥创投，他们这一轮也投洛可，我查过了，他们的法人叫曾燕。曾燕还有一个身份，是邱俊林的老婆，也就是说，邱俊林在变相吃回扣啊。宁萌，你去投资部，不好好做投资，做起福尔摩斯了吗？陆总，您的关注点是不是错了？这些事儿需要你来告诉我吗？你到投资部那么久，你做成哪一个项目了？做项目最基本的4个环节：募、投、管、退。这里面你告诉我，你擅长哪一个？这个项目最早就是邱俊林从……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提邱俊林这个人？你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不行吗？考30分的差生比考20分的差生要光荣是吧？哎，那么我问你，你除了找公司管理的漏洞，你还能干些什么？陆总，
我一直以为，您虽然脾气差点，但你终归是一个坚守底线、不助长歪风邪气的老板。现在看来，是我眼瞎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李萌，要不是我给你转岗的机会，你到现在连投资部的门把手你都碰不到。你打听打听，行业里哪家公司会让一个秘书去做项目？你去问问。是吗？您是想让我去做项目吗？还是你故意让我知难而退，回来继续给你做秘书？你都敢这样跟我说话了？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自己能力不行，往别人身上泼脏水。柠檬，我是不是一早就跟你说过，做投资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做的，做项目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如果你没有其他事儿，赶紧给我出去。好，以后我不再让您费心了，也不碍您眼了，我辞职。辞职是吧？你从上个月开始，一次又一次的拿辞职来威胁我，你是不是以为金明资本没有你不行？如果你拿定主意，就别反悔。您放心，我滚蛋。洛可是个值得投的项目，还请您理智对待它。姐，你千万不能冲动，冲动是魔鬼。冷静，一定要冷静，姐，深呼吸。姐，你真的不能这样，姐。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聚，相扶到老不容易。你不能跟老板发脾气啊！回头想想，何必呀？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他就是那样的人，全公司的都知道。你别干嘛呢？姐，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守着一个大老虎，我害怕你。哎，姐，你别收了。刘一天，给他办离职，让他赶紧走人。给谁办离职啊？还能有谁？你至少等完这个月发工资再走，行不行？柠檬，刘总，你劝劝他。柠檬，有什么问题咱好好解决，咱不能冲动的时候做决定。这件事呢，我也有责任。陆总那边，我好好的帮你去做工作。刘总，真不用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柠檬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裸辞有多么冒险？况且现在招聘的黄金期都已经过了。没事儿，您放心，我能活。小杨，照顾好自己啊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刘总平时多喝点水，这样能排结石。谢谢你的照顾，我走了。哎，哟，柠檬，你再想一想。辞职了，是好事儿，啊，以后在外面好好混。混好了，别忘了公司里的这些老同志啊！您放心，我忘了谁都不会忘了您是怎么栽培我的。有没有一个语言能够预言我们遇见？也许是一个画面，我们都走在时间眼前。拒绝被定义，被偏见，被贴上标签，成为最好的自己，再和最好的你遇见。Every time, ever loved， 无论你有多么不舍，到了时候就要告别。Fallen leaves, fallen love， 看着落叶听着风说什么颜色都有光泽。
快恭喜我，我辞职了，有魄力吧？真的呀？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啦？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像今天，像现在这么轻松过。我自由了，我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生命里小小的、所得的，伴随着大大挫折。